同学们好，之前我们学习了溶体的结构与性质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来学习玻璃的相关知识。首先，我们来认识一下玻璃具有什么样的通性。玻璃的通性有4点，我们逐一来学习。第一条，玻璃具有各项异性，这是指玻璃各方向的性质，如折射率、硬度、弹性模量、热膨胀系数、导热系数等都是相同的。当然，这只针对于均质玻璃。之所以具有这样的性质，是由于玻璃内部质点无规则排列，因此统计的来看，各个方向质点的排列都是相同的，性质也自然是相同的。第二条通性，玻璃具有介稳性。所谓介稳性，是指从热力学上看，玻璃能量较高，有吸晶的趋势，但是从动力学的角度看，玻璃发生吸晶的速率很慢，因此可以长期以高能量的玻璃态形式长期介稳存在。那么怎么理解玻璃的高能量状态呢？我们可以从冷却过程中溶体的状态转变来分析。随着温度降低，溶体的能量逐渐下降，当冷却到熔点温度时，开始从溶体中吸出晶体，释放出相变且热。溶体在熔点温度下逐渐转变为晶体，体系能量在熔点温度下急剧下降。当溶体完全转变为晶体后，随着温度降低，晶体的能量连续下降。但是在熔点下发生吸晶时，质点需要重新排列，需要一定时间。如果冷却速率很快，快到质点来不及调整位置，那么体系可以在熔点温度下持续保持溶体的状态，此时的溶体叫过冷液体，能量随温度仍然连续下降。当温度降低到 T 级温度时，溶体粘度很高，完全失去流动性，体系由液态转变为固态，这时就形成了玻璃。这个温度我们称之为玻璃形成温度。但是体系的结构调整不明显，也没有释放相变且热，因此能量随温度仍然连续变化。由此可见，玻璃的能量是高于晶体。同时大家也要认识到，玻璃形成温度与冷却速率有关，冷却速率越快，玻璃形成温度越高，形成玻璃后体系的能量越高，玻璃的结构也越开放。因此由溶体转变为玻璃是在一个温度段内发生的，与吸晶不同，玻璃没有熔点。第三条通性，凝固时的渐变性和连续性。大家可以由刚才的分析清晰地看到这一点。由熔态向玻璃态转变时，体系的结构、能量、体积都是连续变化的，没有突跳，这与吸晶完全不同。这是在玻璃生产中废玻璃可以回收重复利用的重要原因。第4条通性，由熔态向玻璃态转变时，物理化学性质随温度变化的连续性。不同的性质如电导、比热、密度、膨胀系数、热导、弹性系数等随温度的变化曲线不尽相同。从数学的角度看，有的存在极值，有的存在拐点，有的既无极值也无拐点，但是性质发生明显变化的温度区间都相同。我们把这个区间的下限温度称为玻璃形成温度，表示为 Tg， 上限温度称为玻璃软化温度，表示为 Tf。 玻璃形成温度又称脆性温度，它是玻璃出现脆性的最高温度，这个温度以下材料粘度很高，具有脆性。同时在这个温度下可以消除玻璃制品因不均匀冷却而产生的内应力，所以也称为退火温度上限。而软化温度是玻璃开始出现液体状态典型性质的温度，粘度较低及具有明显的流动性，因此这个温度也是玻璃可拉成丝的最低温度。讲到这里，大家可能要问， T 级温度以下材料呈固态，具有脆性，
，Tf 温度以上，材料呈液态，具有明显流动性。那么，温度处于二者之间的材料是一种固液混合态吗？答案是否定的。在该温度区间内，材料依然是均一的一种物象，材料的粘度处于中阶状态，具有粘弹性。好，以上就是玻璃具有的4条通性，可以认为具有这4条通性的材料就是玻璃。这一讲就到这里，谢谢。